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2年的6月28号，我们今天一样来学习新 HSK 的课程。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所以今天老师的中文要说的慢一点，因为今天是教新 HSK 第2集初级的词汇哦，所以老师要说的慢一点。好，那已经有很多同学来了哦。好，第一位同学维凯小土豆，欢迎你。还有青霞同学你好，还有我们的发粉你好，宋平小土豆来自泰国的朋友 Sawadee-krap。还有小米拉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朋友，对不对？好，还有米磊 Mingalaba， 欢迎米磊，还有秋安，还有我们的还有 Sawadee-krap 春娇阿姨 Hardwin Apakaba Hardwin 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裴静小土豆 Sawadee-krap， 还有如冰你好，如冰也是我的小土豆哦，谢谢如冰的支持。还有 Sierra 同学 Lamos 来自巴西的朋友你好，还有 King 你好，还有这个 Cosell 你好 Cosell 欢迎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吧。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 Hello Assist 你好春娇说分享了，对，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关注还有可以留言给我好，凯你好，凯，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看一下。对啊，米拉你好久没有来上课了好，来，今天跑了8935。好，我们再看一次。好，8935，中文怎么说8935呢？好，老师把它打出来好了，8935。中文怎么说8935？好，我们的这个周雅你好，还有 C 同学，还有慧君，好，还有一些脸书的朋友还有 Diana 你好，水仙，好，这个维凯说8935步，非常好。好 Fathom 8309 Delia 8935步，很好。Fathom 8935步 Assist 8935步。米拉你的5呢？你的5不见了。好，宋平8935步。凯8935。Hello 玉珠你好。Hello， 还有这 Ola， 我们的 Nober 小土豆8935步 ，C 同学8935，好，Super Chinese， 卢宾我不晓得这个 app 呀，我没有用过 Super Chinese， 我没有听过这个 app。好，好真，好真说老吴你好，好真你好，秋安8935步，好 ，Very good，Joya 8000。我念错了，8935步小米拉你也答对了Hardwin 8935步。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上课吧。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初级词汇。我们今天学习3个词汇，第一个单词是岛，3声的岛。第二个词汇呢，到处。第3个词汇，各位同学，你看第一个字跟第3个字，它的字是一样的字，但是它的念法、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叫多音字。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组多音字。好，你发现这2个字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发音不一样它的念法不一样 pronunciation， 我们中文可以说念法，我们也可以说发音。好，这个我们叫多音字多音字。
就是呢字一样，但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发音，有很多种不同的 pronunciation， 这个叫多音字。那这个我们念4声的，我们这个念道，道，那这个我们念岛，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哦。好，今天的单词第一个是岛。哇，好多同学都来了，大妹儿来了，大妹儿你好，大妹儿。哦，you mute 弟弟，欢迎你们。哦，唐龙、尤文泰、雪峰，雪峰好久不见。好，第一个单词是倒，3声的倒，倒是什么意思？倒就是 to fall，to collapse。倒是一个动词，什么叫倒？就是直立的东西躺下或掉落。好，比如说这个杯子倒了，如果这个里面装水了，如果倒了，水会流出来的。所以直立的东西，直立就是像这样，哦，直的，站着的，直的，哦，直立，直立的东西躺下或倒下或掉落，我们都可以叫倒，哦，一定要直立的东西，然后它倒下来了，或者是掉落下来了，我们都可以说倒，记得是3声的哦。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倒了呢？这个是动词哦，我们就可以加个了，倒了。OK，like have collapsed，倒了。我们可以说房子倒了，房子倒了 ，the house collapsed。那各位同学，这个 Hello Teresa， 还有 Penguin 小土豆、宜心，欢迎你们。那各位同学，房子为什么会倒了？你们觉得房子为什么倒了？你们知道吗？这个房子本来是好的、直立的房子，但是它倒了。房子为什么倒了？你们看这个房子为什么倒了？哦，原来是因为地震，对不对？对 ，Joya， 房子倒了。好，春娇说它倒在地上了，也可以哦。那这个房子为什么倒了？因为地震的关系啊，地震就是 earthquake， 地震。好，地震的时候呢，如果地震太严重的话，房子会倒了。地震如果太严重了，房子会倒了哦。好 ，OK， 地震加倒了哦。我们一般说房子倒了哦，房子倒了。好，倒闭，等一下老师会说倒闭哦。理查，你觉得受欢迎的程度会不会倒了？受欢迎我们不会用倒了哦，不会用这个倒了。好，你也可以说积木倒了。什么叫积木呢？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玩过积木？这个就是积木 ，building blocks。你们应该有玩过积木。积木如果堆得太高，它也会倒了。哦，积木，你们有没有玩过积木？你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积木。积木堆得太高会倒下来，哦，会倒了。积木堆得太高会倒下来。好，这个就是积木 （building blocks）。积木堆得太高，积木会倒下来，倒了，积木会倒了，哦，积木会倒了。好，那么我们还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像树，树倒了。各位同学，如果风太强了，树就会被风吹倒。如果你看到树这样子，中文要怎么说？以后你就会说了，你就可以说：“哎呀，你看树倒了。”哦，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看到这样的树，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哎呀，你看 ，take a look， 你看树倒了，树倒了。”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倒了，倒了。对，因为风太大了。哦，风太大了，树倒了。哦，风太大了，树倒了。好，那各位同学，像如果风太强了，风太大了，你可以说：“哎呀，风太大了，树倒了。”哦，好，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倒了。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直立的东西，躺下或掉落或倒下都可以叫倒，三声的哦，倒。好，有没有问题？我看一下哦。如果小朋友骑自行车后来摔倒了，好，玉珠这个老师等一下说，我们不会说他骑车倒了，不是这样说的哦，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对，我们说堆积木哦，我们中文会说堆积木，乐高积木很好，你们都知道哦。裴静说积木堆得太高，失去平衡就会倒下来，非常好的句子，非常好的句子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刚刚有一位同学说倒闭，是的，倒闭我们常常就说倒就可以了。倒闭是什么意思呢？倒闭就是公司没有钱继续经营了 ，You have no money for running your company again. So we can say go bankrupt. 倒闭，它的这个词是倒闭，但是我们可以只说倒。所以各位同学，如果这个公司 go bankrupt， 如果这间公司 go bankrupt， 中文你可以说公司倒闭了，公司倒闭了 ，the company went bankrupt。你也可以不要这个字，不要这个 be， 你可以说公司倒了，公司倒了。各位同学 ，it doesn't mean the company, the building like fall apart， 不是，它的意思不是公司坏那个，它的意思不是公司 collapse， 不是，它的意思是这个公司 go bankrupt。不是这个公司这样了，不是，是 you have no money to run this company anymore. So when you talk about business or a company and you add 倒了, it doesn't mean the building collapse. No, it means the company go bankrupt. Okay,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一般用在 building 房子，用在积木 toys，用在 tree 倒了，真的就是 physically collapse。但是如果你用在 business 或者是公司 company，when you say 公司倒了 ，it doesn't mean collapse, it means go bankrupt。公司倒了的意思是公司倒闭了，没有钱继续经营了，就是倒闭了哦，倒闭了。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雨柔，梦梦改名字了，以后她叫雨柔哦。梦梦以后叫雨柔，很好听的名字哦。好，我们来做题目吧。爸爸的，因为新冠病毒倒了，公司。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 ，OK， 破产跟倒闭是一样的意思 ，C 控一样的意思，破产也是倒闭的意思哦，一样的意思。这个 Joya 不可以这样说，弟弟跑得太快，所以倒了，这是不对的。等一下老师会说怎么讲哦，这个 Joya 这个句子不可以哦。Norbert， 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哦 ，Norbert 你的字写错了，倒不是倒了，倒了。好真，因为新冠病毒，爸爸的公司倒了也可以，但是好真有加个 common 是对的哦。好，爸爸的公司倒了，因为新冠病毒。那个 Halloween 我们一般不会用这样的 word order， 我们会用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OK， 好 ，CC sub， 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雪峰，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雪峰，你的错字太多了哦。大面儿，因为新冠病毒，要加个逗号。If your word order is like this， 因为新冠病毒，爸爸的公司倒了。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的时候，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好的句子。因为新冠病毒很好，有加逗号，爸爸的公司倒了。好，都答对了哦。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是这样写，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 ，This is also correct, and you don't need any comment， 不要逗号。但是如果呢
你把因为新冠病毒 then you need a comma to separate two sentences. OK， 你要加个逗号分开哦。好，宜兴爸爸的公司倒了。宜兴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好，各位同学，你们字都写错了，不可以哦。这个倒了跟到了是不一样的 ，totally different。OK， 各位同学，倒了。OK，the first one 到了 means coming, arriving. OK, something is coming, something is arriving. 到了，表示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方了。You're arriving at somewhere. 倒了means collapse, fall. 你要加一个人字旁哦，这个 radical 要记得加上去，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意思啊。对，第一个到 means arrive， 第二个倒 means fall or collapse。好，立新来了，欢迎。哎，我们会说福倒了，你把那个春联贴倒了，就是福到了哦。哎，这个同学长得好可爱哦，你是韩国人吗？好可爱哦。好，爸爸的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倒了。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二个倒怎么用？第二个倒是一个 verb result complement。第二个倒是一个补语，动词的补语哦。各位同学，这是它的第二个 grammar point，the second grammar point, which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learn. This kind of grammar function is what we call 补语，这是一个结果补语。什么东西倒了？所以各位同学 ，the second usage is verb plus 倒。那这里的倒就像英文里面的 verb down。Okay, so it's like down in English. So now verb, now 倒 is not a verb anymore. Now it is a result complement, which means you're doing some action down. Okay, you're doing some action then down. Okay, 所以我们会用 verb plus 倒。For example, 打倒。各位同学，你看这个，我们中文叫拳击 boxing 哦，我们中文叫拳击。好，我写给你们看哦，拳击。泰国有泰拳，对不对？哦，这个我们都可以叫 boxing 拳击。那这个有时候啊，在这种比赛的时候，哦，拳击 boxing，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打过拳击？好，那你看这两个人哦，其中一个人就把另外一个人给打倒了。你看那个人倒了，他被 knock down，OK， 被啪，然后他就倒在地上了，这个叫被打倒了。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人被打倒了，这个人被打倒了，所以他啪，然后他就倒在地上，被打倒了。好，第二个摔倒。各位同学，刚刚有人问老师说，老师，那这个有人如果 riding a bike 骑自行车的话，他倒了，我们是不是说他骑自行车倒了？我们要说他骑自行车摔倒了。OK， 所以各位同学，当你 riding something and you accidentally fall onto the ground, we say 摔倒。所以各位同学，像刚刚有同学问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说他骑自行车倒了？不可以，你要说他骑自行车摔倒了 ，especially for people。尤其用在人身上。人身上，你可以说这个人摔倒了，这个人骑自行车摔倒了。他骑着自行车，哇！你不可以说他骑自行车倒了，你要说摔倒了。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is accidentally falling onto the ground， 我们可以说摔倒了。他走路摔倒了，他走路摔倒了，像这个人一样，他走路摔倒了。你也可以说他骑自行车
摔倒了，不可以只说倒了，要说摔倒了，摔倒了哦。好，他骑自行车摔倒了，很好。他走路摔倒了，嘿，很棒，你好厉害哦。对，好，所以这都是很棒很棒的说法，我们都这样说的。他骑自行车摔倒了，他走路摔倒了哦。好，我踢足球，小米拉，你是被足球打到，还是你踢的时候摔倒了？米拉，你可以说我踢足球的时候摔倒了。我踢足球的时候摔倒了。好，好的，路很滑，很容易摔倒，走路一定要小心。Very good。那各位同学，有时候你会因为踩到香蕉皮摔倒了。Hello，佩佩猪来啦，谢谢佩佩猪哦，你帮我看这个英文的句子。好，各位同学，这个你们一定会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摔倒跟滑倒有什么不一样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摔倒 and 滑倒？各位同学，如果你是滑倒，you must step on something slippery。你可能踩到水 ，you step on water，so you 滑倒。你可能踩到水，你滑倒了哦。所以滑 ，you must like step on something slippery 哦。好，所以你是滑倒的话，你一定是踩到水，你可能是踩到水。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哦，你们踩到水，你们可能踩到香蕉皮。香蕉皮英文怎么说 ？banana peel 是不是 ？banana peel。好，那各位同学，什么时候你会 slip and fall？你什么时候会滑倒？你一定踩到水 ，you step on water，then you 滑倒。你可能踩到香蕉皮 banana peel，你滑倒哦，所以这个叫滑倒呀 banana peel。好，我滑倒了，因为我踩到香蕉皮。Joya， 你要这样说，我滑倒了，因为我踩到香蕉皮。好，这个叫香蕉皮 banana peel， 香蕉皮哦。好，可以很好。这个春娇的句子，他跑太快了，所以跌倒了。他跑太快了，所以跌倒了。如冰说：“我滑下楼梯摔倒，可以，这个可以。我滑下楼梯摔倒了，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好，各位同学，什么时候会滑倒？你会，比如说你踩到 water， 踩到水，你可能踩到 banana peel 香蕉皮，你就会滑倒。你像这个人，他就踩到了香蕉皮，他会滑倒哦，他会滑倒。Okay, so 滑倒 is like you step on something slippery and then you fall. Okay， 好，听得懂吗？好，所以各位同学，当你走路的时候 you fall， 我们说走路的时候摔倒了。如果你是骑脚踏车、摩托车、自行车跌倒了，我们也要说跌倒了，我们要说摔倒了，也可以说跌倒，我们也很常用跌倒，跌倒很常用哦。这个摔倒跟跌倒的意思是一样的哦。你可以用摔倒，你也可以用跌倒，都可以。那我们在台湾会念跌倒哦。In Taiwan, we say 跌倒。In mainland China, people say 跌倒，跌倒都一样是 fall down 的意思哦。好，弟弟说我在洗澡时不小心滑倒了，很好，因为你洗澡的时候地上有水，所以弟弟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滑冰的时候很容易滑倒 ，Norbert 倒不是倒，不要随意扔掉香蕉皮，它会导致踩到它的人滑倒。OK， 没有什么问题。我滑倒了，因为洗手间地板上的水太滑了。好，你可以这样说：我滑倒了，
因为洗手间地板上的水太滑了 ，too slippery。好 ，Yeah, slippery floor 没有错哦。好，好的，我们看一下，不故意，不小心吧？哦，不小心吧？Fall into a pit， 这掉到坑里吗？掉到坑里面，那不是跌倒了，对不对？它是掉到一个坑里面去了，掉到坑了。这个 pit 就是坑洞的意思嘛，掉到坑里了。哦 ，like fall into the pit。这个 Delia 我们不就这个就不是倒了，这个是掉到坑里了啊，掉到坑里了。他被汽车撞倒了。好，玉珠，等一下我会讲撞倒了，而且你那个字写错了，不是撞到了，是撞倒了。好 ，we have more phrases when you use 倒 as a result complement, which means verb plus down in English. So we still have 吹倒。各位同学，吹倒一定是像很强很强的风 ，very strong wind。所以呢，这个吹倒一定是很强烈的风，像龙卷风 （tornado），像 typhoon 台风哦，这样的风才会吹倒。所以各位同学，比如说台风会把树吹倒，台风会把树吹倒，把树吹倒哦，吹倒。大面说：“我滑倒了，因为我在游泳池跑步。大面为什么要在游泳池跑步？好，你的句子没什么问题了啊、哦，不用加了，因为我在游泳池跑步。Someone is knocked by 被浪撞倒了。Delia 你可以用撞倒，他被浪撞倒了。好，我们可以说他被浪撞倒了。他被浪撞倒了。好，那这个各位同学，吹倒一定是 a very strong wind， 很强的风才会把树、把人吹倒，可以把树吹倒，也可以把人吹倒哦。那如果车子有人开车把另外一个人撞倒了，好，我们可以说撞倒，尤其是车子，有人开车的时候把你撞倒了 ，OK， it's like knock down。可能有人骑摩托车把你撞倒了，有人开车把你撞倒了，都可以用撞倒。还有呢，两个人撞在一起，他把你撞倒了。比如说理查老师撞到可人老师，可人老师被我撞倒了，可人老师被我撞倒了。所以你可以用在两个人撞在一起的时候。哦，有人倒了，或者是有人开车的时候把另外一个人撞倒了。哦，撞倒。老师刚刚差一点把麦克风撞倒了。老师刚刚差一点把麦克风撞倒了。哦，所以这个叫撞倒，撞倒。好，对，台风把房子，我们加个字，台风把房子吹倒了。什么叫 slippery floor？ 就是很滑的地板吧？我们会说很滑的地板吧就好了，很滑的地板，或者是这个地板很滑，这个地板很滑，很滑的地板。好，很滑的地板。小猫被我撞倒了。就呀，我们说小猫，我开车的时候把小猫撞倒了。我开车的时候把小猫撞倒了。鹿把我的车撞倒啦，是 the deer like knocked down your car。哇，那个鹿是很强壮的鹿啊、哦，那个鹿很强壮。昨天风太大就好了，不用天气。昨天风太大了，把这棵树吹倒了。来，各位同学，pay attention please. Pay attention please. When we use result, okay, pay attention. Whenever you see a result complement,
you always forget one grammar point. 各位同学，你们看到补语的时候，你们都忘记了理查老师曾经教过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grammar point. You all forget about it. So today, let me tell you what it is. This is. 各位同学，当你听到verb plus result complement， 你们刚刚没有任何一个人用把，你们一定要常常用把。所以各位同学 take a look. Whenever you see a result complement, as a native Chinese speaker, we often use 把 object, verb, result complement. 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记得用把什么东西吹倒，把什么什么东西撞倒，把什么什么东西推倒。So every time when I say, when you want to emphasize an object, when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result, we need this grammar point all the time. 各位同学，你们刚刚都没有用把，当你用吹倒、撞倒、推倒 oftentimes we use 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练习 let's practice this grammar point with 把 OK 你们一定要常常记得 when will we use 把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object. Secondly,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verb result complement. 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来练习一下。还有推导 ，sorry， 还有推导。各位同学，推导就是你把东西这样推倒。比如说，我现在把麦克风推倒。Use your hands, you push down something. 老师把麦克风推倒。老师把，你看老师都会说把，对不对？老师把麦克风推倒。So you hear my sentences oftentimes, all the time. I say 把吹倒，把撞倒，把推倒。Okay, so let's try it. 好，各位同学，老师现在呢要告诉你，我们很常用把 with result complement. So when you see 打倒、吹倒、滑倒 oftentimes we use 把。Okay, for example, 一阵强风把树 is the object 什么了？一阵风把树 object。好，各位同学，请问答案是什么？好，一阵风把树什么倒？那各位同学，你看把 firstly emphasizing the object, secondly emphasizing the result complement. That's the function of this 把。好，一阵强风把树 object 什么倒了？什么倒了？各位同学，因为你看老师说话都会用把所以你们多练习这个把这个语法哦。好，一阵强风把树吹倒了。Very good， 把树吹倒 result complement。好，雨柔，一阵强风把树吹倒了。OK， 好，不是吹倒，雪峰吹倒，你每次都写错了，吹倒不是倒，你写的是倒哦。好，维凯，一阵强风把树吹倒了，很好，不是吹倒了，是吹倒。好，吹倒，很好，好的，吹倒，一阵强风把，对不对，各位同学？所以当你用到这个倒 as a result complement, please use the sentence grammar 把。OK， 好 ，Let's see。好，推倒、吹倒、撞倒、Still, we need to use 把 in this sentence pattern. 大家把柏林围墙什么了？好，各位同学 ，Do you know like Berlin Wall in Germany?
德国的柏林围墙你们知道吗？好久好久之前，德国人把柏林围墙什么倒了？ There is a wall between Eastern Germany and Western Germany, and the people wanted to the wall because they want to unite together. 这个围墙我们叫柏林围墙柏林围墙。好，所以他们大家 everyone 大家把柏林围墙 is the object, right? So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object. I also want to emphasize the result complement. I want to emphasize it's down. Down is the result complement. So that's the function of 把. So remember 把 object, verb, result. Okay, that's the way we use it. 好，大妹儿，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With your hands, push something down. Okay, 非常好。Assist， 大家把柏林围墙推 with your hands 推倒了。Very good。好，维凯，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雪峰，你改对了，这个倒没有错哦。小米拉倒了。慧君推倒。好，玉珠，大家把柏林围墙，各位同学，围墙 is like fence wall, OK， 围墙推倒了。好 ，Joya， 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好，水仙，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好 ，Sierra 推倒，非常好。好真推倒了。好，宋平你也推到了，不是推到，是推倒，不是到，到 means arrive。好，大家都知道柏林围墙，对不对？秀丽，你要把柏林围墙撞倒 ，It's too difficult。这题不是撞倒，是推倒。你看，各位同学，他们都用手啊，对不对？各位同学，推倒一定是用手，撞倒一定是 use your body， 推倒 use your hands。OK， 好，你看他们都用手嘛，他们都用手把围墙给推倒，对不对？好。好的，听得懂吗？可以哦。好，推倒。Yes， 好。好，米磊，大家把柏林围墙，什么叫围墙？一个围就好了。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柏林围墙。啊 ，C 控，大家把柏林围墙推倒了。Very good， 好。好的，那我们再继续练习下一个单词，第110个单词叫到处。到处，什么叫到处呢？到处就是 everywhere， 这里也有，那里也有，这里有这个东西，那里也有这个东西，到处就是四处，你也可以说四处，四处，到处就是四处的意思，你也可以说处处。We have a lot of expressions to say everywhere in Chinese. 你可以说四处，你可以说处处，你也可以说遍地，你也可以说随处，都可以用，都是到处的意思哦。好，我们来看例句，在台湾 ，in Taiwan， 到处都买得到珍珠奶茶。Bubble milk tea， 你们有没有喝过珍珠奶茶呀？这个就是珍珠奶茶 ，pearl milk tea，bubble milk tea， 珍珠奶茶。好，在台湾到处，在台湾每个地方，处处，四处，随处，你都可以买到珍珠奶茶买得到，买得到，到 means you can get。得 means like can, so it's like you can get, you can buy. 这个得到就是can 的意思。You can buy 买得到就是你 can buy， 你买得到珍珠奶茶。在台湾到处都买得到珍珠奶茶，喝过呀？好不好喝？我觉得珍珠奶茶很好喝。在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便宜，只要$1就买到了。
你只要$1就可以买到珍珠奶茶，而且是这么大一杯哦，这么大一杯。好，玉珠说珍珠奶茶很好喝啊。我把一杯咖啡推倒了，可以，但是宋平你的倒写错了，你的倒这个字写错了，我把咖啡就好了啊，我把咖啡推倒了，我把咖啡推倒了。哦，大面喝过几次啊？很多外国人很喜欢喝珍珠奶茶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到处要怎么用。第一个语法，主语加上到处加上动词。OK， 主语到处动词 ，for example， 小鸭，小鸭 little ducklings， 到处，这里也有，那里也有哦。鸭妈妈，鸭妈妈 like mother duck 好，跟着 is like follow， 跟着哦，跟着好 follow。好，来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现在泰国到处可以买得到榴莲，很好的句子。珍珠奶茶好喝吗？当然是很好喝啦。哦，珍珠奶茶很好喝。好，裴静，小鸭到处跟着妈妈。小鸭到处，好，所以小鸭 the subject， 到处 adverb， 跟着 follow is the verb。小鸭到处跟着妈妈。好 ，Delia， 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宋平，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好，郝真，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Mert， 小鸭跟着到处。Okay, Mert, we have to say adverb first, then verb. So we should say 小鸭到处 verb 跟着，跟着 is the verb. OK， 跟着鸭妈妈。好，水仙，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Very good， 很好，你们都答对了哦。好，我们继续好看一下慧君的。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好 ，OK， 各位同学，我们的第二个 grammar point，a place， and you have to say 里 like in a place。OK，it's like in a place， 什么什么里 ，a place 里，到处都是 something。So it's like something is everywhere. Okay. So when you use this grammar point, it means something is everywhere. 好，一个地方里到处都是什么？哦，到处都是什么？好，这个句子，这个语法很重要哦，这个语法很重要哦。好，所以你可以说房子里电影院里到处都是人，学校里到处是学生 ，right？ 哦，你可以加个都是学生，你也可以加个是就好了。好 ，so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这个都是可以 omit 哦，这个都可以 omit。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 ，students are everywhere at school。学校里 ，so it's like a place 里，到处都是 something or someone。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 ，students are everywhere at school。好，所以我们来做题目。花园里，美丽的玫瑰都是到处。好，请问答案是什么？秀丽，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 ，beautiful roses are everywhere in this garden。OK， 我们的慧君，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非常好。还有呢？哦，Ben老师来了。理查老师的直播间里到处都是聪明的学生，真的哦，Ben老师说的很好。好的，小忍，小鸭到处跟着鸭妈妈，很好。Joya，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非常好哦。好的，还有谁？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很好。
台风把树吹倒了，道路上到处都是断折的树干，很好，不是树干，树干啊，树干。好，道路上到处都是折断的树干 ，very good。好 ，OK， 雪峰，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世界上到处都是新冠病毒。可以啦，听得懂。世界上到处都是新冠病毒。好 ，OK， 世界上到处都是新冠病毒。我觉得可以啊，听得懂啊，有点怪，但是听得懂。OK， 可以听得懂。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也可以说公园里，公园里到处都是小孩，公园里到处都是小孩。所以这个语法是很常用的哦，各位同学 ，this grammar point is really commonly used。你们可不可以造个句子给老师 ？Can you make a sentence with this grammar point？ 好，老师来造一个句子哦。我们可以说公园里到处都是小孩。Can you make a sentence with this grammar point？ 公园里到处都是小孩。好，很好哦，秀丽。家里到处都是爱，哇哦，好温馨，好棒的句子，秀丽，你的句子很好。家里到处都是爱，哇哦 ，Love is everywhere in this house。哎，这个汉平很好，河里到处都是垃圾，哇，太棒了，这个句子 ，very good， 这个句子太好了，河里到处都是垃圾。好，秋安。他家里到处都是垃圾，哇，好脏哦！他家里怎么这么脏啊？不过你的句子很好哦，他家里到处都是垃圾，很好。对啊，小忍，花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玫瑰，闻起来一定很香，对不对？闻起来一定很香哦。好，你们可以自己造一个句子哦，这个语法点很常用哦。好，那我们大面儿说。桌子上到处都是非常好吃的菜，好，可以啦，没问题哦。好，桌上就好了，不要说桌子上，桌上就可以了哦。桌上到处都是好吃的菜，市场里到处都是人，哇哦 ，very good。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哇哦，很棒。路上到处都是车，哇，很厉害。这个便利商店里到处都是外国人，很棒的句子。市场里到处都是商人，哇哦！理查老师的直播间里到处都是学习中文的学生。理查老师的直播间里到处都是学习中文的学生。房间里到处都是书，很棒。今晚天上到处都是小星星，哇哦，好浪漫哦，米蕾。今晚天上到处都是 little star， 很好的句子啊。大海里到处都是水，of course， 对啊，大海到处都是，对，这个句子有点 too common sense， 大海里到处都是鱼，好不好？到处都是鱼，大海里当然都是水。I think it's better to say 大海里到处都是鱼 ，OK？ 大海里 ，OK？ 里 we oftentimes we add a 里，大海里到处都是鱼，sounds better，OK？ 天空中，这个维凯我们说天上比较多哦，天上到处都是白云，我们不太说天空里，中文会说天上。天上到处都是白云，天上，天空里天上好了，天上到处都是白云，这个句子很好，天上到处都是白云。图书馆里到处都是书 ，Yes, yes, of course. But there's like too common sense, like we say， 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学生，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学生 ，OK， because 图书馆 of course, books everywhere, of course。好，哇，立新，秋天里到处都是红叶和黄叶。立新，我觉得秋天 is not like a place， 秋天 is a season, right? So， 立新 we can say 森林里 sounds better. Okay， 森林里，in the forest。
我们这个秋天 is a season, not a place, right? So we can say 森林里 sounds better. 好，所以这个立新你可以说森林里，或山上也可以，山上 on the mountains, we can say in the mountains. 好，森林里或山上 in the mountains, 到处都是红叶和黄叶。脑子里到处都是汉字，书里到处都是生词。书里到处都是生词 ，That's true， 哇哦，好，很棒哦。只要我睁开眼，只要我睁开眼，不是睁眼睛，睁开，只要我睁开眼睛，只要我睁开眼睛，到处都是你的影子。哇，弟弟一定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弟弟一定很爱这个人。只要弟弟睁开眼睛，他就到处都是你的影子。只要我睁开眼睛，到处都是你的影子。哇，好，森林里到处都是鸟，房间里到处都是书，包里都是重要的东西，包里都是钱，好了，好不好？我比较喜欢钱包里到处都是钱。I like this bag. 包里到处都是钱。I like it. 包里到处都是钱。书包里到处都是理查老师的照片。好真。书包里到处都是理查老师的 photos 照片学校里到处都是音乐。怪怪的，有点怪怪的。something, okay, like a concrete, something concrete. Okay. 好了 ，OK 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好了，我们看第111个单词，请坐。sorry, 到，这是个多音字。各位同学，刚刚是念倒 ，Now the word sounds different. Now, fourth tone, 倒。各位同学，倒就像这样。你拿一个杯子或拿个茶壶 teapot or a bottle, then you pour water. 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说倒茶 you pour tea, 倒水 you pour water, 倒果汁 you pour juice. 倒就是像这个动作就是倒以后你帮别人倒茶这个动作就是倒。那刚刚那个念倒 means this, 倒就这样是倒所以各位同学，倒是直立的东西，倒。那倒呢？倒你是倒水、倒茶、倒果汁 ，so the meaning is totally different. OK, 我们看一下句子，请坐，请坐 ，Please sit down， 请坐。我帮你倒杯茶，我帮你倒杯茶好。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会这样跟他说：“请坐，请坐 ，Please sit down, please。我帮你倒杯茶，请坐，我帮你倒杯茶。”OK， 好，倒茶，你们的字都写错了。雪峰不是这个倒，你这个是倒，我要这个倒，不是这个倒。OK， 是这个倒，不是这个倒好的，我们继续看。好，各位同学，the first meaning of 倒 ，oftentimes we will use 倒 plus a verb. 好，各位同学，通常我们会用倒 plus a verb. So, for example, it means to act or to do something backward. Backward. OK, backward. OK, 这个是 backward. 往后，倒退，这个我们叫倒退。理查老师现在正在倒退。OK, 好。Or like upside down. 所以这个倒 oftentimes, sorry, 倒 oftentimes plus a verb. Okay, 倒 oftentimes plus a verb. So it's like act backward. Okay, or upside down. 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开车对不对？如果你会开车的话，你要记得你要 reverse a car. 这个叫倒车，倒车倒车 reverse a car. 这个很常用倒车。Like this, reverse a car, 倒车。那我们有时候会倒退 OK, go in reverse, 倒退这个叫倒退。那有人练瑜伽 yoga, 那你们要倒立倒立 OK, like this,
to stand on one's head， 我们叫倒立。So it's like when you use 倒 plus a verb, oftentimes it's about a backward. It's about upside down. OK， 好，老师再念一次啊、倒车、倒退、倒立。好 ，OK，understand？、对，这个我们念倒数 ，like count down， 5、4、3、2、1，这个叫倒数。Very good， 各位同学，倒水可以啊，可以说倒水。有这个这个雨柔，我们这边有倒水，有没有？你可以说倒水，可以说倒水，也可以说倒茶，可以倒果汁，都可以用哦。那这个刚刚维凯呢说倒数，什么叫倒数？比如说跨年的时候，这个我们会说5、4、3、2、1，耶，这个叫倒数 countdown， 这个叫倒数。还有一个叫倒影。老师教你们一个词哦，倒影。你们知道什么叫倒影吗？倒影就是那个 shadow，your shadow on the lake, on the water。倒影就是你水的 refraction， 倒影就是你到有时候啊，你到湖边的时候 riverside， 你到河边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倒影。You see your reflection on the water， 倒影，这个叫倒影哦，倒影。倒牛奶可以啊 ，pour milk 可以倒牛奶，可以倒牛奶哦。我把牛奶倒到来，我把牛奶倒到猫的盘子里。好，来这个 Mert， 如果你要 feed your cat， 你要喂猫的话，你会把牛奶倒到猫的盘子里。你会把牛奶倒到猫的盘子里，哦，倒到猫的盘子里。好 ，OK， 好，来，另外一个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法点哦。哇，今天的语法比较难哦，今天语法比较难。好，我们的倒可以用来当做副词，不是动词了，现在变成副词了。它的意思是 however。What？ 倒可以有 however 的意思 ，and it is an adverb. What？ 好难哦，没关系，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时候，倒的意思是 you're expressing an unexpected situation。所以你遇到了一个啊，怎么会这样 ？How could this happen? When you encounter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you can use 倒也 or 倒吧吧吧吧。So the way we use it is a description, a sentence. Then we say 但是主语倒也吧吧吧吧。Okay, so let's see the example sente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Okay, 阿志不是中国人，阿志不是中国人，但是不错，倒也他的中文。So now I'm talking about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This person is not Chinese, but he can speak good Chinese. But, however, this is kind of out of my expectation. Wow, he is not Chinese, but wow, he can speak good Chinese. He can speak good Chinese, although he is not Chinese. 他不是中国人，哇哦！但是他中文怎么样？说的还不错耶。哦，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倒也 to show your unexpected tone. OK， 好，好的。镜子上也是倒影吗？是，镜子上也是倒影，可以，镜子上是倒影，没有错。好，他不是中国，阿志不是中国人，但是哇哦，他的中文倒也不错。You're showing a kind of like you'r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It's like you're not expected it. He can speak good Chinese? Wow.
所以这个有一点是哇，你没有想到他会说不错的中文呢，你会觉得哇哦 OK 好，但是他的中文倒也不错 very good 好，理查巴老师把车倒了，理查老师把车倒了，撞倒了还是好倒数 OK 对，但是他的中文倒也不错。他不是中国人呢，可是他中文说得好，你有一点觉得很惊讶，你有一点觉得哇哦，怎么会这样？So you can use 倒也 to show your unexpected tone. OK，好，裴静，阿志不是中国人，但是哇哦，他的中文倒也不错。OK，you're showing your surprise. OK，好，立新，阿志不是中国人，但是他的中文哇哦，倒也不错。Very good。好，大面，阿志不是中国人，但是他的中文，诶，哇哦，倒也不错。大面儿是新西兰人，但是哇哦，他的中文很好，诶，他的中文倒也不错。好，维凯，弟弟倒比哥哥还高，很好，因为弟弟应该都比哥哥还矮，对不对？但是弟弟比哥哥还高，哇哦，kind of like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So you can say 弟弟倒比哥哥还高，很好的句子。好，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哦。好，once again，倒 used as an adverb to show your surprise or your like kind of like unexpected situation. OK，他没去看医生，但他没去看医生。He didn't see a doctor，但好了，慢慢的，倒也，倒也，他的病，他的病。好，各位同学，没去看医生，应该病不会好啊。但是怎么样了？他没有去看医生，应该他的病是不会好的呀。但是怎么样了？This is kind of wow, you're so surprised becaus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The result is not you expected. 你没有想到这个情况会发生，你有一点惊讶，你有一点 like wow, how could this happen? That's kind of like an abnormal situation. OK，他没去看医生，但好好的，理查老师不是英国人，但是他的英文倒也不错。好棒的句子哦。And that is true 好，秋安，他没去看医生啊，但他的病，哇哦，倒也慢慢好了。好奇怪哦，没有看医生，病怎么会慢慢好了呢？所以你有一点惊讶，你有一点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呢？好，好的 f a t h o n 他的病倒也慢慢好了。宋平，他没去看医生，诶，但他的病倒也慢慢好了，倒也慢慢的好了。好，非常好，雨柔，但他的病，诶，倒也慢慢的好了，好奇怪哟、你觉得有一点奇怪哦？好，汉平，但他的病倒也慢慢的好了。大面儿，但他的病，诶，倒也慢慢的好了，但他的病倒也慢慢的好了。好，各位同学，这个语法比较难，没有关系，以后我们再慢慢来学习这个倒的用法。我们在口语中很常用这个副词的用法哦，副词的用法。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考试吧。Now is quiz time，OK？好，第一题，Number one，他丢垃圾，他丢垃圾。好，在台湾我们会说垃圾啊，在台湾我们说垃圾在大陆会说他怎么样丢 throw 垃圾，丢的意思就是 throw away throw。好，丢垃圾，请问答案是什么？不可以这样用，维凯不可以这样用，却一定要放在主语后面。
他没去看医生，他的病却也慢慢好了，可以用却也慢慢好了。你可以用却也 or 倒也 because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But you cannot use 却 before the subject. 却 put 却 after the subject. We have talked about it in our previous lessons. 好，各位同学，宋平他到处丢垃圾。好，这个慧君他到处丢垃圾。好，到处，好真他到处丢垃圾。玉珠他到处丢垃圾，怎么变倒处了？春娇不是倒处，是到处。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words. This word and this word are totally different. OK， 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哦。OK，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 number 2， 第二题。地震后很多房子怎么了？地震后很多房子怎么了？各位同学，一是念倒了，二是念到了，请问是倒了还是到了还是到处？你觉得答案是一倒还是二到还是三到处？要告诉老师那个 tone 哦 ，first tone third tone or fourth tone。好，第一，很多房子倒了。好，倒了。好 ，Fathom which one? I don't know which one。好，倒了，很多房子倒了，倒水了吗？倒水。好，很好，倒了，很好，倒 ，Fathom 很棒，秀丽倒，一就是倒啊，第一倒没有错。各位同学很好，慧君也答对了。各位同学，房子倒了 ，collapse， 房子倒了。如果是倒，应该是倒水，倒水，倒牛奶，倒果汁，倒茶，倒了。对，三声。pay attention please. Okay, once again. Third tone 倒了。Fourth tone 倒水，倒果汁，倒牛奶。OK，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他什么车时撞什么了一个老先生？好，不可能是第三个了。好，各位同学，这里有两个答案。We have two answers. Tell me, which one is 一 which one is 二？他什么车时？他车时撞一个老先生。哇，这题很难呢哦。好，你们知道答案吗？这题很难哦。第一个是什么音？第一个是三声还是四声呢？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三声还是四声呢？这题有两个答案哦。Tell me the answer. 好，玉珠说他骑车时，玉珠 I don't have 骑 I don't have this option 骑 try it again 再试一次吧，玉珠，我没有骑这个 option 哦。好，雨柔他倒车时撞倒了。好，这个雨柔你的那个倒写错了，你写成倒了，撞倒了。好，不过你答对了。好。第一个声调的他倒车时，第三声没有第一声呢，他是Fathom try it again。好，他倒车时撞倒了一个老先生，秋安答对了。好 ，CCSH， 他倒车时撞倒了一个老先生，答对了 ，Very good， 好真，他倒车时 when he reversed his car， 他撞倒了一个老先生 knock down
knock an old man down。好，答对了，2-1，答对了。他倒车时撞倒了。宋平，他倒车时撞倒了，答对了。好，很难，对不对？这题很难哦。好，裴静，他倒车时撞倒了，答对了，很好。玉珠，玉珠你是哪一个倒？我不晓得哦。好，维凯，他倒车时撞倒了。好，慧君，倒车撞倒，很难呢，各位同学，你一定要多多的练习，因为多音字很难哦。正确的答案是他倒车时撞倒了一个老先生。好，来，我们再多练习吧 ，practice more。倒、到处都有抗议堕胎法案的人。好，你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有一个堕胎法案，对不对？ Abortion Act。 堕胎就是女生怀孕的时候不把她生下来，她请医生把孩子拿掉，这个叫堕胎。女生怀孕的时候她不把孩子生下来，她叫医生把孩子给拿掉，她叫 doctor 把她的 baby abort。这个叫堕胎，abortion。好，不是正常生下来的，是叫医生把这个小孩拿掉，这个叫堕胎。抗议就是抗议 ，you know， 抗议 like this， 抗议 protest， 抗议 OK， 好，所以请问答案是什么？到处都有抗议堕胎法案的人。Everywhere in the world, you can see people are protesting the Abortion Act。 好，雨柔，到处都有抗议堕胎法案的人。到处 Sierra， 到处都是抗议，都是也可以，都有也可以哦。你可以用都是，你也可以用都有，都对哦。好的，到处。好，维凯也是到处都有，随处都有。这里用随处有点怪怪的，这里用随处有点奇怪，随处都有。到处 sounds more formal， 听得懂啦，可以，但是我们比较少用随处哦。当然，随处跟到处的意思是一样的啦哦。好 ，Joya， 到处都有抗议堕胎法案的人。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 到处。中文学久了，我也觉得不难。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中文学久了，我也觉得不难。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中文学很久了，有的人会这样觉得哦。中文学久了其实蛮简单的，中文学久了好像也不难嘛。本来你觉得很难，本来你觉得中文怎么那么难呢？拼音很难，多音字很难，语法更难，中文怎么那么难？但是有人学了很久，学了5年，学了6年，他觉得不难，他觉得学中文不难了哦。好，秋安。四处可以用四处都可以用四处，四处会好一点。随处有一点 like random， 随处有一点 like casual or like very colloquial。四处可以说四处都有抗议堕胎法案的人，可以说四处可以。好，你们都说倒也，对不对？倒也不难，好，所以呢，本来你觉得中文很难，但是中文学久了，哇哦，倒也不难了。However, it's not difficult at all。 好， it's not difficult at all， 倒也不难，不难，一开始很难，但是呢，你学久了觉得哇哦，不难呢，很简单，中文好简单哦。好，OK， 汉平，中文学久了倒也觉得不难。
不难不难。wow, not difficult at all. It's that simple. 好，对，到，没有错，到，好，很棒，都答对了。好的，我来念一下米磊的句子。中文学久了，我倒也觉得不难。哇哦，不难呢。其实中文好像很简单呢。这个有一点是 unexpected，你没有想到，哇，中文这么简单呢。好，中文学久了，我倒也觉得不难。好的，所以这个倒有点 however or unexpected situation。好的，各位同学，今天的课比较难，对不对？但是你要学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常用的我们很常用的。对，事实上呢，中文学久了，你倒也觉得不是那么难。其实只要知道2000个中文的常用字就可以了。中文其实倒也没有那么难中文倒也没有那么难好啦，今天的课比较难，辛苦各位同学了。今天的课，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再多看几次因为今天的课很重要今天的课很重要。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吧。我们明天继续学习 HSK Level 3，明天见，拜拜。